了。是啊是啊，这下你可高兴了吧？大家都过来吧。咱们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准备家宴，这几个是我临时找来的帮厨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配合，齐心协力的办好这一次家宴。是姑。你们互报姓名，彼此认识一下。我叫蓉儿，之前在自家的小馆子帮忙，荤菜素菜我都会做一些。我最擅长的是做面，回头我做给大家尝尝。我叫青儿，我刚入宫不久，我对膳房的事情都不太了解，但是我不怕吃苦，不怕累。以后大伙儿有什么事儿都随时吩咐我。彩碧，姑姑，这些宫女就交给你安排。是。一般大家都是从杂役做起，但是现在了清缺人手，你们两个就从了清做起吧。了清？什么是了清啊？了清就是洗菜摘菜。洗菜摘菜，这我从小就会，我能不能跟着学掌勺啊？在宫里，没两下子可别说大话抬高了自己。哎，可以让我先做做试试看吗？以前我跟我爹经营铺子的时候，这远近胡同巷子里的人可都是奔着我手艺来的。彩碧，既然你想做，刚才你说你做面拿手，那就做一碗给大家尝尝吧。好啊，如果我做好了，您就让我跟着您学掌勺。先做好再说。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开始吧。蓉儿，面。蓉儿，卤。就这2下子，还想当掌勺？彩碧姐让她当了清，都已经算是抬举她了。可不就是吗？就是。
我对膳房不太了解，大家又都盯着我看，才……找借口谁都会。在我手底下做事，我只看结果，其中的什么曲折缘由，我没有兴趣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不是得到皇上的赏赐，也不管是谁推荐你来的，我只管你一天在这膳房当差，听我调遣，你就得把这没有用的心思放下，脚踏实地的，明白了吗？姑姑，学到手的本事才是自己的。彩碧，姑姑，人交给你了，好好教。是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！少许姑姑果然厉害。吃完了吗？吃完了赶快来干活。在宫里，最不缺的就是功夫，最不怕的就是麻烦。宫里不像百姓家里做饭，老百姓家里菜能用的都用，但是在宫里要掐头去尾，挑选口感最好、模样最周正的那部分入菜。再说说这洗菜，老百姓家里除去不好的菜叶，冲去泥土就可以了。但是在宫里要熟悉菜的纹理，随意冲洗破坏了蔬菜的纹理结构，那么炒出来的菜就不会是最好的味道了。像这种模样不好的，就可以直接丢掉了。这多浪费啊！这还能吃呢。外表不美观，切出来也不会好看，就会影响菜品上盘的品相。从这个膳房里出来的每一道菜都必须是精品，不得有任何纰漏。再说了，太妃就一个人吃饭，做多了也吃不完。像这筐里，只有模样这样的才可以入菜，赶快挑选吧。这多浪费啊！对啊。彩碧姐姐，这离家宴还有半个月，姑姑几时才能教我做菜啊？了清做了不到1个时辰，就想一步登天了？难道这半个月就只能一直摘菜洗菜吗？彩碧姐姐，你能不能帮我跟姑姑说说，我是真的想学做菜。了清做好了，才能升为帮案，帮案通过筛选才能成为掌勺。我做了3年了清，才升为帮案，你离掌勺还差10万8千里。3年？你以为什么事情是一朝一夕就能做成的？难道这洗菜摘菜就要学3年？你问问膳房里的每一个人，哪一个不是这样一步一步熬过来的？晚上太妃老主子要吃开水白菜，你去挑选一下。白菜要挑选最嫩的菜心部分，豆芽掐头去尾。要做酿菜，挑选的每一颗豆芽都要饱满。这点小事应该难不倒你吧？是。彩碧姐姐，不行，重新挑选。这10颗白菜才就这么点菜心，这要是在我爹店里，能煮多少杂烩菜啊？这里是宫里，不是你爹的杂烩铺子。我们宫膳的主子是太妃，做事情一定要精细，你的一点疏忽就会浪费更多的食材。挑选白菜，不要把外面的叶子全部剥掉，留下1、2层，然后用叶子包裹住菜心，等用的时候再把菜叶拿掉，这样菜心还是新鲜的，明白了吗？嗯。
快去吧。是。来了崇华宫膳房，真是让我长了见识。没有想到这摘菜、洗菜竟然有这么多的门道，就光是菜的种类多得让我分不清。今天彩碧姐姐让我洗葱、摘葱，我才发现原来葱的种类都有6、7种，大葱、小葱、洋葱、分角葱、胡葱。你这半下午都在说来这儿的好处，我耳朵都听起茧了。虽然彩碧姐姐待人冷淡些，但是我还真的挺高兴，真能学到本事呢。对了，晴儿，我刚才让你包的饽饽呢？在这儿呢。怎么啦？你没吃饱啊？这是给别人的，我一会儿出去一趟，你把这里收拾了就赶紧回去。好吧。哎，你可别又闯祸了。知道啦。蓉儿，蓉儿，晴儿，我看你半天都没回来，我可担心你了。你说你大半夜的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你看你这手都冻成这样了。我在等一个人，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没来呢。我们快回去吧，要不一会儿姑姑发现我们不在，又该挨罚了。好吧，你等我一下。走吧，走。这么说，我也能进报社了。静怡出自书香门第，进个报馆肯定没问题。但是你吧，我怎么了？我可是你最好的兄弟啊！没事儿，陆先生已经把招人的工作交给我了，只要我一句话，肯定没问题。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够意思。今天下午放学，我就带你们去见陆先生。静怡我倒是不担心，你千万不要给我丢人啊！你就放心吧。刘儿，你能不能让玉梅也去啊？不行，谁都可以，唯独他不可以。为什么呀？玉梅文采挺好的。他还挺能打的呢。你忘了他上次……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反正这件事情就是不行。静怡，你别为难我啊。玉梅知道她会不开心的。那就别告诉他。晌午做南瓜酥，先把它的皮削掉，然后切成块，之后上锅蒸。是。姑姑，姑姑，你看我领来了什么？跟菜库说了那么久，今天终于领来了松茸，这下子可以做老主子最爱喝的松茸蛋汤了。松茸不多，珍贵的很，那你们先把它洗干净。是。姑姑，太妃主子已经醒了，让我寻您过去说话呢。好，那我去一下就回来。膳房你盯紧了，回头我给主子做松茸蛋汤。是姑姑。蓉儿，我去把需要的菜取来，你等我回来，我们一起把松茸擦干净。是，彩碧姐姐。好巧，我捡到的那本《御史清泉》里面就有松茸蛋汤的做法，今天刚好就能帮到寿喜姑姑，还能小露一手，说不定明天就能去学掌勺。你找我？孙公公喊你过去。知道了。
姑姑，蓉儿，这泔水桶里都是早上剩下的饭菜，这太阳一晒，都馊了。平时泔水桶应该放在屋檐底下。是，蓉儿记下了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蓉儿，蓉儿她又闯祸了，你快来看看吧。市委处也搜了，御花园也找了，还是没有书的下落。若是李琦捡到书，也该还到文渊阁了。可文渊阁这几日锁了，没听说什么书被还回去。我再想想办法吧。说来也怪，你说亨利王那帮洋人，怎么就对不是古董的东西感兴趣呢？怎么这么奇怪啊？你怎么洗的松茸？我就是削掉了上面的泥土，还有杂草。我怕清洗不干净，我还用净水浸泡了一会儿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松茸要擦干净的吗？可是上面有泥土，能擦得干净吗？你用什么刀切的？就是用去皮的菜刀啊。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你居然用菜刀！这汤做成这样，你让我们怎么向太妃老主子交代呀？彩碧，你跪下！姑姑，跪下！我跟你说过，让你看好他们。现在这个结果，就是你看管不力。彩碧知道错了。姑姑，您别责罚彩碧姐姐，您要罚就罚我吧。你给我起来！起来！你连挨罚的资格都还没有。你可知，松茸不能用刀，见不得铁器，必须要用手剥去上面的泥土跟杂草，然后用竹刀削掉根部的泥沙。清洗松茸，必须要用流水快速的冲洗，然后轻轻的擦拭，这样才能保证松茸浓香爽滑的口感。姑姑，您别罚彩碧姐姐了，我按照您的方法，我再去做一遍。再做一遍？哼，你说的倒是轻巧。松茸无人种植，都是野生采摘，一棵松茸就要5、6年的时间才能长成。你就轻松说一句，重新再做，一知半解，心太浮躁。你不适合学擅厨，与其在这浪费时间，不如回去遛狗自在。以后你不用再来崇花宫膳房帮忙。姑姑，彩碧姐姐，对不起。这胭脂盒子倒是精致。什么脂粉呢？放在这么精致的盒子里？内务处命人用南洋珍珠粉、白芷、白术、白脸、白附子、白姜蚕、天花粉，再配上香茅、干松露、零陵香、山奈、防风，做好了上等的脂粉。奴才看脂粉配好了，就急忙给主子送过来了。
心想着主子用了，准保是冰肌玉骨，容颜永驻。这上好的脂粉，应该给储秀宫和长春宫送去。想必皇后和淑妃他们年轻，应该更稀罕这东西。奴才本有意去送，但是听闻宫里有谣言传出，皇后娘娘和叔主怕是正为此事烦心呢。什么谣言让两位如此挂心呢？回太妃主子，您还记得上次角楼撺掇万岁爷出逃的宫女吗？蓉儿，要不咱再去求求寿喜姑姑吧？我没脸去。我今天跟双喜姑姑学了玫瑰丽蓉酥，姑姑赏了我，特意带回来给大家尝尝。听说双喜姑姑升你做帮案了。月英的手艺真好，难怪双喜姑姑这么偏爱你。真好吃，月英，你进宫这么点时间就能做这么好吃。双喜姑姑教的好，好吃大家多吃点。来，再拿一块。原本因为她挨了打，皇上有点过意不去，于是就赏了她2回。可谁知道那丫头到处嚼舌根子，还妄言万岁爷会纳她为妃，这不就到处谣言？把她给我叫来，本宫要好好问问。这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真是没规矩。就有劳孙公公了。这奴才这就去。青儿，你也尝尝吧。这个真好吃。还有蓉儿，怎么坐在这儿不和大家一起吃点心啊？我替蓉儿也拿一块吧。我没胃口吃。怎么，在膳房挨了寿喜姑姑的骂，连旁人的手艺都不敢尝了？这真是你做的？双喜姑姑什么都肯教给我，自然就学习得快些。蓉儿姑娘，敬懿太妃要见你。奴婢给太妃主子请安。把头抬起来，让本宫瞧瞧。是。模样倒是周正。本宫听说你想当娘娘。主子跟你说话呢，怎么不答应啊？奴婢是说过，不过那都是宫女之间打趣的话，其实奴婢并无此意。私底下倒敢议论，现如今怎么不敢承认了？一个小小的宫女，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想勾引皇帝，胆大妄为。宫里娘娘大多蕙质兰心，气质宜人，就凭你一个包衣出身，有资格进宫伺候，那已经是你天大的福分。伺候好主子，那也是你应尽的本分。现如今你仗着主子心善，赏了你几回，就生出了不该有的心思，那就罪该万死。太妃主子误会奴婢了，奴婢并没有痴心妄想娘娘的位分，奴婢只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宫女，等到了年纪，平平安安的出宫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主子面前你也敢造次，看你是不想活了！让他跪到宫门口，静思己过，也让宫里的人都看看，立立规矩，免得把皇帝给带坏了。是，主子。来人呐！秦大人，
秦大人，你看见李大哥在哪儿了吗？你找大人所为何事？蓉儿她被孙艺人手下的小犬子叫去太极殿了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特别担心她，怕她又遇到什么危险。蓉儿姑娘，行，你先回去，我去找大人。行。起来！你连挨罚的资格都还没有，一知半解，心态浮躁，你不适合学善厨。你这个性子，在宫里可是要吃不少苦。就算我变成一个逆来顺受的人，难道就能过得安稳舒心吗？在宫里，奴婢不过是按照主子的意愿活着，这边受了伤，那边就要被罚。明明只是一句玩笑，却要跪到天亮。虽然只是一座工程，一跨进来，什么都变了。你记住，不管是在宫里，还是宫外，如果不懂得保护自己，在哪里都是一样。李大人，今儿当值啊！李大人，你可要小心喽！万一要是疼错了人，是会给自己惹麻烦的。若是庆义太妃知道您这么护着这丫头，孙公公，您真是糊涂了。李大人不过是在教训奴婢，做奴婢的要知道本分。李大人，奴婢冥顽不灵，可能要让李大人失望了。李大人不必为奴婢费心了，请回吧。大人，李大人，您这是……孙公公，公公最好还是小心，别管错了事儿。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到主子耳朵里，让公公为难。秦大人说笑，我不知道您刚才在说什么。不明白，那公公只当是听错了吧？公公要是有时间，不如好好想想，菜库的事跟公公到底有没有干系？这不是前几天皇上赏赐的蓉儿吗？昨个夜里下了这么大的雨，就让她在外面跪了一宿。是啊，头前我还听说她会当娘娘呢，怎么转头就得罪静怡太妃，被罚跪在这儿啊？是啊，哎，走吧。哎，别动别动。哎，好。双喜啊，哎，本宫是不是老了？本宫瞧着
好像又多了几根白发。哪有啊？您这几根白头发，不是年轻那会儿就有吗？您是忘了是吧？先帝爷还在那会儿，我天天拿毛笔给您画。哎呦，我这意思呀，就是说您这些年呢都没变。哎，对了，那新来的宫女还在外面跪着吧？回主子，还在宫门口跪着呢。这要说呀，还是您有主意。今儿一早啊，那些个宫女儿啊、太监呀，来来回回都瞧得清楚。他这一跪呀，准保那些个小宫女有所收敛，再不敢生出那些个龌龊心思。就应该这样，正正宫里的规矩。让她起来吧。哎，防他碍了您的眼。喂，我是陆秋桐。什么？好，我马上到。刘儿，走，跟我走。哦，好。算你运气好，主子仁慈。敬义太妃嫌你碍眼，起来吧。谢太妃。这尸体被发现的时候，距离死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哎，现在这天气还是很寒冷的，为什么地上聚了这么多蚂蚁啊？哎，死者呢是因为被划伤颈动脉，失血过多而死，而这个蚂蚁呢对血腥味有趋向性，所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先生，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。您说。我去过一个凶杀案现场，当时尸体已经被挪走，但是在那个地方也聚了很多蚂蚁，这是为什么呀？那可能是因为死者的血液滴到了那里。可是那个凶杀案现场已经一片狼藉了，我怎么才能确定那个地方到底有没有滴过血呢？你可以尝试用火烤，这样的话，血液当中的油脂会升出地面来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，先生。不用客气。刘儿，我们赶紧走。家宴的菜单都递上去看过了吗？看过了，他们现在已经在陆续采买了。嗯。我来吧。不用。你不要打扰大家干活了，走吧。姑姑，你再给蓉儿一次机会吧。你可知，一道菜能做好，端上桌，是要靠菜农精心照顾，马车运送，杂役送来膳房，料青帮案，掌勺，众人的合力才能完成的。菜没做好，不但是毁了食材，还白费了许多人努力的心血。你去问问他们，被你白费的心血，可不可以重来？娘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冬笋，是竹子的一种吗？是啊，这竹笋呢，就是竹子的幼苗，
在竹子还没冒出地面的时候，就把它连根拔出来。不管是清炖或是做汤，味道都特别鲜美。等会儿啊，你们就知道了。娘，这是冬笋炒腊肉吗？对呀，用鲜美的冬笋搭配肥瘦得宜的腊肉，味道啊特别的鲜美爽口。姑姑，蓉儿知错了。